的字为何看起来松散，没有精神？因为它还不会呼吸。这堂课我将教你行书结构的2大核心秘诀，让你的每一个字都拥有自己的生命力。欢迎来到得到书法，在第3讲，我们学会了用7策取势让字动起来。今天我们要更进一步，学习如何组织字内部的空间，让它动得有章法、有灵魂。第一个秘诀就是开合。开合就像写文章，要有主有次。一个字里最能展现神采的主笔，就要大胆地开，让它舒展开来；而其他的笔画，就要谦虚的合，向内收紧，为主笔服务。我们来看米芾笔下的这个5字，堪称开合的典范。左边的止部被他极度压缩收紧，这是合；而右边的歌钩则写得无比舒展开张，力量感十足，这是开。一收一放，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张力，整个字的气势就出来了。如果左右写的一样大，就会显得平庸松散。第2个秘诀是顾盼呼应。如果说开合是处理字的实体，那呼应就是处理字的虚空。它是指那些没有直接相连的笔画之间那种看不见的气脉联系。请看赵孟頫写的这个秋字，左边的合部和右边的火部是完全分开的，但它们并不是孤立的。它的出锋方向是遥遥指向火部的起笔，而火部的左边一点也向左探出，庞幅在回望合部。这就是顾盼，它们之间庞幅有一根看不见的线连接着，让整个字成为一个团结有机的整体。理解了这2大原则，我们再次回到最高典范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，看看书圣是如何将开合与呼应运用的炉火纯青的。我们先看兴字，这是开合的绝佳范例。请看它上半部分写得非常紧凑内收，这是合。而最下面那一笔长横则写得极为舒展平稳，向左右2边大胆地放开，这是开。正是这一横的开，不仅稳住了整个字的重心，更赋予了它一种上紧下松从容大气的姿态。再来看怀字，这是呼应的典范。左边的竖心旁2个点虽然不相连，但第1个点的出锋遥遥指向第2个点的起笔，形成呼应，而整个竖心旁又与右边的部分形成顾盼，左部微微向右倾斜，右部则向左回望，庞幅在对话。正是这种无形的气脉联系，将左右2部分紧密的凝聚成了一个有情意的整体。在影片中，我们学习了行书结构的2大核心心法。开合是通过收放对比，让字产生呼吸的张力；呼应是通过笔端一连，让字拥有贯通的气脉。掌握了它们，您的字才真正拥有了内在的生命。课后练习时，请在临帖时不仅要看笔画，更要看笔画之间的关系，去寻找每个字的主笔在哪里，去感受那些看不见的笔势联系。为了帮助大家更深入的理解，我们准备了一篇超过1200字的博客文章，里面有更详细的理论解析和所有大师作品的高清图，连结就在下方的说明栏。行书入门课程系列到此，单字的记法与心法已基本完备。从下一讲开始，我们将进入本系列的终极篇，请一定记得点赞并订阅得到书法，持续关注得到书法频道系统的行书入门课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